你刚踏入副本就发现面前冰天雪地，与此同时，系统提示音响起，你受到了冰雪影响，移速降低5%，攻速降低5%。忽然，一户人家的门被风雪吹开，妇人神色慌张，想将门关上。可就在此时，雪地里钻出来一只狼人，朝着这名 NPC 袭杀而去，立刻大弓射箭，减21541。狼人落在地上惨叫，这时才看清了他的属性：冰雪狼人50级，生命值900万，攻击力3999。奇怪的是，刚才的攻击明明生效了，可狼人生命值却瞬间回满。立刻意识到这个副本的难点，难打的不是里面的怪物，而是这个特殊回血效果。不过嘛，这简直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副本呀！怪物无限回血，那生命值还不叠个爽？在这里给大家复习一下男主的天赋技能：天发之手，神级未觉醒，每次普攻叠了3点最大生命值，每次普攻附带3%最大生命值真实伤害，这还不赶紧刷起来？攻击不断出手，每次都是带有击退效果的拧前剑法。冰雪狼人怒火连连，却始终无法靠近你，生命值+3+3，一个个提示在脑袋上冒出，血量疯狂增加。正当叠着不越乎之际，又一头狼人出现，上来就是2爪子，偷袭竟然是真伤，而且还附带流血效果，这什么变态副本？但没过多久，第3头狼人出现，你有点不是对手，血条开始不断下降，副本的环境效果降移速，让你无法拉扯。不过无所谓，反正也能继续叠生命值，死了也就死了。又叠了5天后，终于撑不住，死在了冰雪狼人的利爪下。果然没有在城内的复活点复活，而是回到了副本入口。但这会儿你发现了一个很离谱的事情，那就是你的属性重置了，回到了刚进入副本时的状态。刚才辛辛苦苦叠加的5000生命值没了啊！这什么情况？你的天赋可是神级，这副本优先度能有这么高？如此一来，答案基本只有一个：这个副本是半神级或者神灵留下的，还是把它想得太简单？还说啥呢？继续刷吧。这次情况依旧一样，你来到村庄，有个女 NPC 家的窗户被风吹开，冰雪狼人出现，杀向妇人。你在冰雪狼人跳起来的瞬间，拧前剑法出手，将他硬生生打在空中，不带浮空，一波就带走了他500多万血。而狼人在生命值下降了1半后，眼睛一红，开启霸体，强制捡空落地。在他落在雪地上的瞬间，每秒以10万的速度开始回血。你懂了，这不是怪变态，是环境变态啊！霸体的时间让血量无法回满，那做的很简单，拖到霸体结束，继续打浮空就行。拧前剑法不断出手，狼人最终含恨倒地。你击杀了冰雪狼人，经验值+0。系统提示弹出来一瞬间，你是真的要吐了呀！经验值为0，怪不得王后公孙雅肉要推荐你来这个地方。只要你困死在副本里，那他和幽冥一族有勾结的事儿就没人知道了。不过这已经不重要，你对副本更加感兴趣。没经验值，难度却这么大，那通关后的奖励到底会是什么呢？如法炮制，杀了11.4只狼人之后，先前那户被风吹开的人家打开门邀请你进屋。勇敢的冒险者，真是太感谢你了！如果不是你，我们这个冬天会非常难熬。他的系统面板显示村民陈婶儿50级，生命值100万，备注写着他是生活在这里的村民，或许能够给你意想不到的奖励。一阵寒暄后，为了感谢你，他给你做了2菜1汤，分别是爆炒鸡胗、麻辣鸡丝和老母鸡炖汤，而且吃完后属性还有所增加，攻击+50%，攻速+10%，暴击+3%。吃完饭后，陈婶取出一块令牌交给你，年轻人，你很厉害，这是曾经一位强大的冒险者教给我的东西，希望能对你有用。你接过来，寒冰之令，效果你的攻击能够减速敌方单位20%攻速和移速，持续5秒。好家伙，拉扯神器啊！忽然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走进屋，他是这里的村长，姓李。你查看了一下这个 NPC 的属性，居然面板都是问号。倒吸一口凉气，村长，你找我有什么事情？李村长给你解释起来龙去脉。原本他们村子一片祥和，可某天西方有一尊神灵路过这里，自那以后，这里每年都会有半年被冰雪覆盖，还会有怪物出没。但只要你能摧毁雪狮留下的足迹，还村子安宁，他们就会献出最宝贵的东西。李村长向你发布了任务，任务要求摧毁雪狮的足迹，还村子安宁。惩罚5，奖励武器进化卷轴+1。你眼前一亮，武器进化卷轴，这可是个好东西。试想一下，如果生死不进化一次，那得有多变态？请村长放心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出村后，忽然感觉脚下踢到什么东西，扫开雪堆，看见一座石碑，上面刻的文字：东方古国长眠于此。简单8个字，却让你心头一震。龙国玩家在进入诸神黄昏后，理应降临在这个东方古国才对。然而不知为何，这个东方古国长眠于此，这才是龙国玩家进入到星辰王国的真实原因。继续前进，忽然
然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压迫感，连步伐都沉重几分。系统提示响起，你受到了神威的影响，全属性下降10%。咔嚓一声，你身上的进化玉佩居然出现了裂纹，看了一眼，耐久度居然掉了20%，赶紧收进仓库。这里给大家补习一下，进化玉佩的效果就是负面状态减免80%，而收起来后，副本对你的虚弱疯狂增加。你受到了神威影响，全属性下降增加值50%。你受到冰雪影响，移速和攻速下降增加值25%。倒吸口凉气，原本6.73的攻速直接下降到了1.68，伤害大幅度降低。而且在你抵挡神威的同时，雪地下方有什么东西在穿行，还不等你反应，就见到一头冰雪大蛇从雪地里钻出，张开血盆大口朝你咬下。冰雪大蛇生命值3000万，攻击力14514，技能全都是问号。你将之前获得的属性点全加在攻速上，咻咻咻，拧线剑法不能出手，但因为全属性下降的缘故，效率大幅下降，努力拉扯了半小时。接着冰雪大蛇的血量只剩最后1/4时，第二条却出现了。屏幕一黑，你回到了复活点。几次下来后，摸清了这关的副本机制，大概每隔半小时就会刷新出来一头冰雪大蛇。你换了个打法，用多点启发同时拉扯多条，可不管怎么叠生命值，伤害始终跟不上大蛇的刷新速度。撑到第9只大蛇出现的时候，只能是收起武器等死。但回到副本门口的时候，你已经想到了破局之法，那就是最开始的冰雪狼人，利用好了就可能逆天改命。重开后，寒冰之力没了，叠加的生命值也没了，可你呵呵一笑，属性点全加攻速。而接下来的流程并没有太大变化，上来依旧是来到村庄，女 NPC 家，窗户被风吹开，第一头冰雪狼人出现。只不过这会儿你没有用拧前剑法将人击飞，而是就在那原地疯狂攻击，甚至还刻意放缓了一些攻速，让这一只狼人不会被快速打残，被动能够回得上来血。而很快第2、第3只也刷新出来，3剑齐发就是拖着不击杀，直到第5只你才杀起了第1只狼人，因为5剑齐发就是你目前能做到的极限了。效果也很明显，一次加15加的生命值，每秒普攻6次，一次90，1分钟5400，1小时就是叠加324000点最大生命值。用这种宛如卡 bug 的方式，你坚持了7个小时，生命值叠了整整114.5140点生命值。停手也是因为5剑齐发时对心理消耗太大，已经到极限了。如此一来，加上生命女神的眼泪和激流冷风被动的加持，让你的生命值已经突破了200万大关。哪怕血量会被神威给下降一半，每一次普攻附带的真伤还有3万多呢，输出爆表啊！将这人都给击杀后，村民成神再次出现。剧情你都经历过，轻车熟路。只是吃饭的时候，你叹气提了一嘴，这些怪物在雪地上恢复的太快了，要不然我肯定能十分轻松的击杀他们。成神点头说道：“的确如此，不过我们村有个刘医生，他似乎研究出了克制这些怪物回血的方法。”眼前一亮，果断请求帮忙引荐。只是这回你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，那就是上一周目出现的村长，在这一周目却没有出现。难道说在村子里只能触发2个奖励中的一个吗？带着这种猜测，你被陈神带到了刘医生面前。他沉吟片刻才说道：“勇敢的冒险者，你的英勇超过了我的想象。可是我并不太相信你能够解决那些可恶的冰雪怪物，除非你能够往前击杀一些冰雪大蛇。我将根据你击杀的数量来给予你奖励。”刘医生向你发布了任务：击杀冰雪大蛇，奖励每击杀1只，可获得1瓶重伤药剂。果断选择接受。离开村子后，跨过那块被积雪掩盖的石碑，继续往前。神威如期降临，第一头冰雪大蛇很快出现。你呵呵一笑，这回取出生死簿，直接在上面写下冰雪大蛇的名字。果然跟你预料的一样，他开始缩头掉血，不过一次只能对1条蛇起效果。由于生命值叠的很多，这回处理起来快多了。你还特意控制了一下输出，故意取消了生女神的眼泪，让血量下降，附带的真伤就降低了。同时还故意降低攻击频率，和大蛇的刷新速度保持一个平衡。刷了3个多小时，生命值叠了46万，此时总生命突破300万大关。回了村子，向刘医生提交了任务，他取出一共27瓶药剂交给你，重伤药剂特殊效果，使用后你的伤害将会降低敌方单位50%的生命回复，持续1个小时。好家伙，比想象中还猛啊！不过你还是想拿到对抗神威的办法，问道：“刘医生，你知道村长在什么地方吗？”勇敢的冒险者，你如果要去找老村长，我可以带你去。他话音刚落，外面就有个老头推门而入，正是李村长。冒险者，你的强大超乎了我的想象，
既然没有用重伤药剂就击杀了那些冰雪大蛇，在你身上我看到了拯救村子的希望，看来是满足条件触发剧情了。在李村长的叙述中，剧情又发生了更新。曾经他们村子出现过一位弑神的冒险者，多年前冰雪女神降临，带来冰雪和怪物还有灾难，他以凡人之躯斩杀了冰雪女神，但也因此惹怒众神。西方众神出手，将东方古国封印于这皑皑白雪之下。而那位冒险者弑神后，在村里也留下了弑神者印记。一瞳孔一缩，如果是这样，那血尸的足迹这个副本名字就很好理解了，血尸就是冰雪女神。李村长说：“我可以将弑神者印记给你，此印记一旦绑定不可抹去，而且你会收到西方众神的仇视，但好处是你可以免疫神威，而且就算是神灵都无法查看你的信息。”你激动了，神威就算是前世玩了10年都没法抗衡的存在，尽管被西方众神仇视，那又如何？前世外星文明降临后，西方众神有2/3都投靠了对面，也有很多人疑惑过，西方不少神灵出现，可东方却没有，这恐怕还涉及游戏更深层的隐秘。果断选择接受，李村长双指点在你眉心，一个血色烙印生成，但很快隐去。你获得了弑神者印记，弑神者印记神级，效果1，你将不受神威影响；效果2，你每击杀一位神灵，可剥夺其一种力量。目前诛杀神灵冰雪女神，你对冰雪系伤害及负面效果免疫。